伊朗的街头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8天。首先是由当地商人在首都德黑兰的大巴扎所发起，直接起因是伊朗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陷入崩溃。而在过去几天之中有大量的平民和学生陆续加入抗议，抗议规模也是越来越大，蔓延至全国各地。那么过去几天，伊朗政权也出动了安全部队进行镇压，双方爆发了流血冲突。到目前为止，至少有7名伊朗抗议者死亡。对此，美国总统川普也做出了回应。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看一看，在过去几天内伊朗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过去几天伊朗抗议的演变地图。这次抗议活动最初是由德黑兰兴起，之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区，包括中部城市哈马丹、伊斯法罕，南部城市设拉子、阿巴斯港等等。而随着全国抗议的不断进行大量抗议者走上街头，他们甚至夺取了当地警察局和政府机关。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就拍摄于阿兹纳市，当地的抗议者占领了警察局，并释放了数十名被拘留的抗议者。这个画面拍摄于夜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远处不断有火焰在燃烧着。那伊朗政府在1月1日当天试图关闭德黑兰城市，不过在当天德黑兰大量民众走上街头，继续抗议伊朗政府。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德黑兰的中央水果市场，大量的商贩和民众不断高呼口号，呼吁终结哈梅内伊政权。而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们也加入了抗议的人群。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位于伊朗最高学府德黑兰大学，据说是学生们在不断地冲向校门口来阻止警察封锁大学校区。那很多朋友会想伊朗政府难道没有组织和民兵和警察上街镇压这次的抗议活动吗？当然有。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正是发生于德黑兰市中心的核心地带共和国大道。那视频是由当地民众在高楼上所拍摄的，可以看到公路正中心有很多人全副武装，而他们正是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组织。这些民兵在共和国大街上试图设置路障，但是我们随后可以看到抗议者如潮水般的涌向这些巴斯基民兵。这些赤手空拳的抗议者拿起路边的石头砸向这些民兵，而巴斯基民兵面对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是寡不敌众，不得不狼狈地从共和国大街所撤退，抱头鼠窜。而在该视频的最后，当地的民众甚至开始追在他们后面打这些巴斯基的民兵。现场画面看起来是群情激愤，您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伊朗民众的愤怒。而巴斯基的民兵可以说是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让我们再把目光移到中部城市哈马丹，在12月31日的白天，新年的前夜，可以看到哈马丹街头上到处都是抗议人群。而哈马丹当地一名抗议者将哈梅内伊的旗帜给烧毁。我们要知道在伊朗这样的行为足以被判处极刑。而在南部城市设拉子，我们也看到不少民众趁着夜色走上街头，继续抗议伊朗政权。在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场人数非常众多，场面看起来也十分的壮观。那随着抗议活动的不断扩大，伊朗政权开始出动警察、安全部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进行镇压。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1月1日夜间，就在中部城市哈马丹地区，蒙面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巴斯基民兵拿着枪在街上执行任务，并向民众开枪。过去2天，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双方不断冲突的画面。在1月1日夜间，伊朗城市纳哈迈德，大量民众拿起身边的石头扔向伊朗的安全部队成员。
而在中部城市阿拉克，有当地的抗议者用莫洛托夫鸡尾酒袭击了现场的警察，画面中警察身上已经燃起了火焰。不过很快这名伊朗警察身上的火就被旁边的警察所扑灭了。而在另外一段珍贵的现场画面中，拍摄于中部城市哈马丹，警察在向抗议的群众释放催泪瓦斯弹，瓦斯弹在落地之后被当地的示威者捡起来，再投回给警察部队。伊朗民众的反抗也获得了效果。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拍摄于中部城市马尔夫达什特，伊朗革命卫队的士兵不敌当地民众，在纷纷向后撤退。画面中出现大量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的前面是一辆装甲车，他们不时向前开枪，并不断向后撤退。而在伊朗城市科尔曼沙尔赫的视频中，当地大量全副武装的伊朗安全部队成员面对大量的民众抗议，也丝毫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在画面中也只得不断向后撤退，撤离了抗议现场。现场的民众是群情激愤，不断冲着他们高呼着口号。那在中部城市哈马丹也是如此，作为抗议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当地许多民众在晚上走上街头，高喊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甚至有一些市民潜入隶属于情报机构的一个秘密地点，并成功释放了被关押的抗议人员。而在阿尔巴德地区，一处巴斯基的基地也被抗议者攻入并被点燃。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伊朗抗议的情绪已经非常高涨，局势对于伊朗政权来说已经不在控制范围之内了。而在另外一个城市弗拉德沙赫尔，我们也可以看到夜间的抗议画面，远处燃起熊熊大火。据说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军事装备被抗议者焚火烧毁。在过去几天的抗议中，伊朗当局开枪先后射杀了至少7名至8名抗议者。在1月2日的伊斯法罕，大量民众参加了遇害抗议者37岁的达里乌什·安萨里的葬礼，他们在葬礼上不断抗议伊朗伊斯兰政权。而在伊朗城市库达什特，抗议者萨米尔·赫萨姆被伊朗安全部队所杀害，在他的葬礼上至少出现了上千名的民众。而参加葬礼的伊朗民众在画面中向一群人投掷石块，并不断高呼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这些被砸的人据说是效忠于伊朗政权的巴斯基民兵，他们试图在葬礼上抢夺遇害者的遗体，并谎称遇害者是他们自己人，是被抗议人群所杀害的，来进行公众宣传。但是在画面中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当地者愤怒地将这些巴斯基民兵给击退了。美国总统川普则在1月2日表示，如果伊朗像他们以前的做法那样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美国将会前来援救，我们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行动。在川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员谴责了川普的说法，并警告伊朗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基地和军队进行报复打击行为。在2025年的12天战争中，伊朗在最后一天向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但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绝大多数导弹都被部署在该基地的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拦截。现场画面是非常壮观，我们可以看到爱国者导弹依次升空，而远处的伊朗飞弹则是一一被拦截。那么美国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以色列人一定是想先动手的。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讨论了在2026年再次攻击伊朗的可能性。在12天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展示了足够军事实力，彻底接管了伊朗的天空。以色列战斗机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德黑兰的国家电视台、伊朗革命卫队总部、伊朗外交部、警察局等诸多重要政府设施全部被以色列空军炸了一遍，而以色列方面没有损失任何一架战斗机，只是有多架无人机被伊朗所击落。
而12天战争中的高潮，则是美国空军出动 B-2轰炸机和 F-35战斗机飞入伊朗境内，对境内的3大核设施发动致命打击。那如果这次以色列获得美国人的批准和同意，完全可以再次出动 F-35战斗机，对伊朗境内革命卫队的重要军事基地执行轰炸。而在去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伊朗人民意识到现在的伊斯兰政权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罢了。不管国内媒体吹嘘的多么厉害，面对以色列和美国的降维打击，那简直是不堪一击。到目前为止这次伊朗的抗议游行活动已经进行了超过1周时间，而伊朗伊斯兰政权目前完全没有能力控制当地局势。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面前伊朗政府看起来也有点投鼠忌器，不敢采取太过于暴力的镇压活动。那么这次伊朗的抗议最终能否导致霍梅内伊政权下台呢？还有待观察，我们会持续带来最新的前线报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